现在是晚上7点半，今晚的游客肯定非常闷逼啊！整条街90%的店铺都关门了，这什么情况呢？这是大概唔知做呢咧，大碎，咩所有嘅行业全部经关掉，还是希望咩就能去关呢咋搞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杰，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节目。聊几句今天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儿吧。消息呢来自于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。11月20日，潮州市下发通知，为迎接国考，宣布开展消防安全环保卫生考核。如企业自身不合格，这几天暂停生产，如被查到将罚款5万元。结果通知下发之后啊，潮州市大量商铺企业直接关门拒检，导致1天后潮州又紧急下发通知，要求企业商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故意关门拒检。11月22日，潮州市区的商铺收到通知，不得擅自关门停业，故意关门拒检也要照样开门检查。国考之后，区里将组织更彻底、更严厉的检查，发现问题会更加严厉处置。11月23日凌晨，国家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徐忠顺抵达潮州。说是小事吧，这件事其实对潮州这么一个3线城市来说啊，影响范围也挺大的，跟封城啊有那么点类似啊。但是呢，影响又没有那么恶劣。上头就差没明说我来考核就是缺钱了来要罚款。潮州市政府想啊，与其被你罚款，不如给商家留条后路，好歹税收上来还是自己的政绩，罚款再多啊，自己也捞不到半点好啊。商家们一看有空子钻啊，不被罚呢就是赚到了。100多年前啊，其实罢工罢市罢课的事儿就时有发生了，当时那批人呢是有政治诉求的。那100多年后啊，商家们又开始罢市了，但这一次呢，离动摇政治根基啊还差很远啊，但还是从一定程度上啊是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啊。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吧，就是知道肿瘤已经形成了，是积极治疗还是讳疾忌医，最终病入膏肓呢？我相信正常人都知道怎么做啊，但难保有人总能选择错误的答案啊。当然，我相信有一些商铺啊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啊，但是管理呢，不能靠固定时间的检查和罚款的。那这期呢，就先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